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上单绝活哥的一个蒙多的对线情况啊。这位上单绝活哥呢，他就只玩上单，然后他玩上单呢，就玩肉，感觉他玩肉会就是什么，就像上一期的鳄鱼，他也是玩肉的，就感觉他玩肉很屌，但应该其实也不差的，也能玩输出装的。这个波比，哦，直接去反 F4了，兵线也不吃，这种的话是真拦不住啊，必须得清线。这个波比，然后直接传落地以后，两个兵都吃到了，这个是真会玩啊，可以。遇到高手了，这个，然后这个 TP 的话，早用早 CD 啊，前2分钟，反正就稳稳的对线就可以了。波比也肉，太强了！哎，你们玩波比也可以学，你看没有？这就是能学到。你如果说你在，是吧？对线，那你得遇到这种高手，你才能跟他打，对吧？就遇到这种玩套路的，你才能跟他那个。前期2个人互拼。谁也没占到便宜。波比其实你可以看到，他那个有护盾，也不差的，很强。只能利用这个小兵的 E， 就是 E 技能砸死小兵的时候，造成一个远距离的消耗。如果他这个 E 直接怼墙上的话，可以直接把那个蒙多收了。但还好，这里敲过去，就用残兵，就是 E 技能的小兵去消耗对方就可以了。哦，打野过来帮忙了。哦，那跑不掉了，收掉。哎，他不如回头去那个 E 技能给到那个谁，还有可能反杀哦。这里一技能顶的话是能会被那个蒙多的被动抵消掉，一个 Q， 但这里强行越的话有点危险，还是没选择越。哦，想顶墙上啊，但如果那个距离还是有点极限的，想顶墙上的话，其实对面的打野可以过来帮一下这波比。哎，果然来了，那就跑不掉了。这波兵线的话，如果没摊这波兵线，新之刚得晚1分钟出，所以摊也行吧。新之刚毕竟对蒙多来说就是一种核心装备。
如果1分钟的话，其实蒙多可以叠个2层，是吧？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运气好一点，叠3层都有可能。减速到了，就想上去 A 他一个，他不给 A 呀，A 一下，哎 A 出来了，哎再想给个 Q 不给了。再敲一手，有了星之钢是吧？那就可以慢慢赖线啊，或者叠星之钢啥的。对面是选择做了小反甲，因为打波比的话，你做反甲也没用，所以蒙多的话是可以直接不做反甲了。给了个引燃，30滴血没打死，可惜了。波比这英雄是真肉啊！哎，一个 Q， 哈哈哈，这就是贪心的后果。所以嘛，玩游戏特别还有做人。开局的话还以为这个波比是个高手了，没想到是个梦里出现的人物。哎，不过他那前期那个确实可以学习一下，有学习的那个可取之处。这里的话，利用上路的一个优势去辐射给队友，大招再开。血量越低的话，是吧？伤害就越高。E 技能的那个被动，你可以看到这位绝活哥的话，他是直接不加 W 啊，直接把 E 技能学满，然后把 Q 技能再学满。W 技能的话，说实话还是比较鸡肋呀。但多这个技能呢，清线配合日炎，然后再配合他的话，打一个 AOE 伤害，哎，确实也不错。但我觉得越早把 E 技能叠满是好事情。想去叠星之钢啊，对面不跟打。这里的话，大嘴还是挺克蒙多的。叠星之钢，哎，上来砸一手，还有那个，哎，直接连着防御塔一块越了。可以的，这男刀还是蛮丝滑的。这个露露把蓝 buff 拖着走，射手都无语了。来了，又来找这个波比叠星之钢了。波比第一件事选择做日炎了，因为他的经济是肯定是比那个蒙多差的。
而且这里可以看到已经叠到390多层了。A 一手爽吃，400多层。这蒙多这英雄叠钢是真的快，就找团打战就行了，打架就行了，甚至开着大刀去越塔啊，对面各种重伤。这种情况下，大招的话还是得悠着点，对方上来直接一拍死。啊，石像鬼板甲一开大招的话有移速可以跑路，大招的话拿来拖延对方或者说拉扯对方，因为有移速加成嘛，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哇，这里卢锡安这样上的，而且 Q 技能在对方血量越多的时候造成伤害是越多的，它会根据当前生命值的9%去造成一个魔法伤害。所以血量越低，它的那个伤害越低。但有个点，它有个下限值，就是最低会造成多少伤害。这就根据你的法强是吧，或者什么的，根据你的最大生命值去判定的一个伤害。这里对面如果敢过来抓的话，就直接回头动手就可以了。我感觉 W 技能的话，蒙多 W 技能带打团，反正我感觉没必要刻意在团战中炸得很好或者说回血什么的。拿来清兵，我觉得是配合日炎一起清兵线是最好用的。这里开 W， 想炸很难炸，你可以发现。这里把星之刚把他给打掉了。哦，有大招摁出来，瞬间回口血，再敲死，但跑得太快了。一个 Q。这里来的话，直接越塔，有石像鬼板甲的，完全不怕。这个蒙多像个战神，还差一个就5杀了，可惜。算是1打5了吧？是1打5了。这里的话，回家就直接裸出一个大反甲了。Q 一下，对方起火了，这时候队友来不来？我天，还有大招，赶紧回一口，直接闪现上来，我顶着5个人的输出，还扛着塔的伤害，对面是跑得真快啊！哇，这星之刚已经快叠到1000多层了。但感觉队友开始浪了呀！你没发现队友都死了吗？然后把都是这个蒙多在兜底，这位绝活哥。来喽，这里有大招的，3级大招的 CD 确实快啊。W 一开。不开 W， 你看到没有？他 W 技能确实很容易被人忘或者怎么样子的。这里准备1打5吗？我感觉要死呀，活不下来了。直接还能打，我天，还能打，再炸一手，加里奥登场，我天，5个打不过1个，可惜1个也没杀掉，好像。杀掉1个。太变态了！难道也不过来看一眼？其实过来瞅一眼，然后把龙一拿就结束了。
完了完了完了，还给他传送走了，裂开了。这男刀翻墙过来，然后拿个龙就结束了。然后这波的话，对面复活，那就5打5，又是5v5的节奏。我大概率感觉这龙会被抢的样子。这龙会不会被抢？完了，人马过去了，人马出现，哎，没有抢，可惜了。我还盼着给绝活哥增加一些游戏难度。哇，队友开始送了，男刀也开始送了。好，4个丢掉，然后开始1打5节奏。太强了，还在刚，还在星之刚，又刚一手。太变态了。这里的话，说实话，那个6神装已经做出来了，后续的话就是会往下铺路走。别看他这边那么能打，因为有前期建立的优势太大了，知道吧？而且这位绝后哥的话也会很会刷经济，一直待在中路的话，让那个兵线过不去。上来打，可以的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蒙多说：“来打我，来打我！”这里直接开大招过来，敲死一个。哇，1打4，太离谱了。又被推回来。好了，可以拿龙了。对面掉2个。就是这边你可以看到自家队友4个人打一个人马，然后对面4个打一个蒙多。人马说：“我也不是蒙多呀，咱也扛不住啊。”笑死。后中间这里面就是确实队友的成分很大，因为蒙多肉他能拖住对面3、4个人的经济已经很离谱了这局，而且还是那种1打4那种拖住对方是没有机会，就顶多就吃一条路的经济啊，野区啊那什么的他们是没有任何经济的，队友完全可以各种刷经济，然后拿龙就直接一波了。甚至都没必要跟对面打架什么的，对面做了那个破败以后很肉，队友再不赶过来的话就得记了。队友来了，这鲁西安就知道在后面开个大招，要啥事不干，我天！这鲁西安平黑剑让人抠了是吧？他一点被动都打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这技能被动啊！平 A 键移到了哪里去？移到了角落是吧？直接当马可玩了。还好有远古龙拿到的话，队友起码能敢输出了。就是非要到这种碾压的时候，他才敢上是吧？这局如果说这个蒙多死一次，说实话这局都得崩，我感觉是。直接推塔就赢了。好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收看。